我相信有很多孩子，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一代的成年人，在小的时候都是懂事的。对，因为那个年代的父母，他们的生活环境是有非常大的困境的，是非常苦的。对，所以有很多孩子他同理心又比较强，那么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他就会跟父母产生很强的这个共鸣，很强的同理心去理解父母，所以就会很懂事很乖。这个乖和懂事，它其实背后就是把自己的需求压下去。大家好，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发表一下你的感受。你刚才说了一个字又来，什么叫又来？我感觉就像那个 Ant-Man， 那个小蚂蚁在那飞，我就啪。你是苍蝇拍是咋？好，继续啊。今天我们来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啊。就是我记得好多人呢，可能也包括我自己，也包括你，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过分在意，就是关系里头的对方，是否开心，对吧？甚至会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让对方开心。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什么？我觉得就是在一段关系里头，可能我的表述不够清楚。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人都处在关系里嘛。不管是这种情侣不管是这种夫妻之间的，还是这种伴侣啊，对吧？还有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有时候过分的在意对方的情绪，总希望对方是开心的，甚至认为对方的开心与否都是我们的责任。是这种情况，是挺常见的吧？对不对？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从你的角度聊一下。我想一想。好。你说它常见吧？我觉得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因人。你其实一开始你说，包括你也包括我。对，你是有点困惑吗？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不是同一类人。我们身上会有这个共性吗？对，其实。但我后来又一想，你好像会比较在意我的情绪。是的，是的。但我觉得你还是不太跟我要说的我们这一类人是。对对，它其实是两种状态，我知道不一样的。因为最早的时候，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首先当然是想到你，后来又想到我，后来我一想，其实我虽然有这个状态，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我的底层的逻辑和你是不一样的。对。我的底层逻辑是我自己。对对。你会被对方的情绪牵动，你会觉得要负责，你更多是觉得我希望他与我无关，我希望你的不开心跟我没关系。人设，OK。然后我觉得你刚才你提的那个点，其实更多指的是，自己很容易被对方的感受、情绪、需求带着走，然后这个人会有一种，需要当一个救世主一样的角色，我需要帮对方把他的困难、问题都解决掉，帮他从这个困境中挣脱出来，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的。但这个状态吧，我其实昨天晚上和娃在聊天，我们睡前就是在聊关于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然后呢，因为孩子他的视角，他有的时候他就会非黑即白，小孩子嘛，对，他的思维就是非黑即白的。我其实就是想带他去慢慢的去了解到人他是立体的，是有多面的，并不是代表他一件事情做的并不好，就代表他是一个很差劲的父亲或母亲，而是他可能在他的范围、他的能力范围里已经是尽力的状态。所以我就跟孩子在聊我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我就会做一个旁观者，再去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去看我的父母，他们的生活环境，我就有了非常非常强的责任感。我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是自己父母生活那么辛苦的原因之一，至少是原因之一。已经有这种感受。对，所以要尽可能的让自己要懂事。其实
我相信有很多孩子，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一代的成年人，在小的时候都是懂事的。对，因为那个年代的父母，他们的生活环境是有非常大的困境的，是非常苦的。对，所以有很多孩子他同理心又比较强，那么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他就会跟父母产生很强的这个共鸣，很强的同理心去理解父母，所以就会很懂事很乖。这个乖和懂事，它其实背后就是把自己的需求压下去，自己的需求放低，然后把以父母为便利，以父母方便，以父母安心轻松作为首要的一个责任。对，会被强化吧？我觉得一定会被强化，因为我自己从小到大，我的就是我自己被贴上的一个标签，正面标签，正面标签，最明显的就是乖，对，乖就是代表你很能理解父母，你很顺从他们，不闹腾，然后也不哭哭唧唧，对，然后又很好带，不会要什么东西，对，不提自己的需求，不惹父母生气，但这里面其实就是等于你把你自己的需求不断无限的往下压，那么在这样的模式逐渐一直被强化的这样的过程中，你逐渐长大，然后不管你在将来带入到你自己的工作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里，其实你的这个模式会不断的延续下去的，除非它有什么新的契机，然后逐渐让你开始产生一些改变，那么你比如说在夫妻关系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会认为你需要为这个家庭负责，你需要为伴侣负责，你需要去就是如果对方他遇到了一些困境啊，或者对方很不开心，或者遇到了一些你认为他难以解决的问题，你就会觉得我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对，这是我的责任，我需要让他开心，让他健康。在养孩子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尤其明显，对，尤其明显，因为你小时候是作为一个孩子，你会希望我希望我的父母可以怎么样，希望他们可以舒心，对，希望他们可以很舒心，希望他们可以很放松，这样他们可能每天都会挂着笑脸，不会那么愁眉不展的，然后自己当了父母之后，然后又会希望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很轻松，希望他可以很开心，其实这个逻辑它就会顺下来。对，尤其是我会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妈妈来说，面对伴侣和面对孩子，他很多时候心情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面对伴侣和面对孩子的心情不一样。对，伴侣你很多时候会觉得你也是个大人了，你也能为自己负责的，爱能。但是面对孩子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还是个孩子，还是个未成年人，你更多的那个责任感呀、母爱呀，各方面都会更多的涌上来，然后你又会想到我自己小时候好像太乖了，太懂事了，那么我又希望我的孩子可以自我一些，可以能够更多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那么他表达需求，他自我的时候，这部分是谁来承接呢？那肯定是当妈妈的承接。所以你看他会就是这种懂事，不管在任何关系里头，他其实都会被带入，然后一直被强化，然后这样走下去。对，就其实我有时候对你的这个模式也不是很能理解，不是马上能理解到，就是因为太习惯了就是以他人为先这种状态，就当然我们都是父母，我也是爸爸，你是妈妈，对吧？都是父母，就是我会觉得从我的角度，为什么一定要都是以别人为先呢？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毕竟是个独生子，我也不需要退让那么多，没有猫吧？没有猫，但是好像有娃。对，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成长环境确实很不一样，造成了我们很不一样的这种行为模式。我其实确实不会像你那样，一开始的时候我失言了，我觉得我们好像一样，我们完全不一样。我的点和你的点完全不一样，我当然有我自己本身的问题，但今天这个话题不属于我，不要引到我身上来，我不想引火自焚。好。我没有是你自己引的呀。对，我以为。然后呢什么？所以说实话，就是这就是一个感觉很难走出就是困境啊，我是觉得。
因为一直会延续下来。你不管在任何关系里头，比如说在小的时候，你面对父母的时候这样，再稍微长大一些，面对同学可能是吧，在那可能是谈了男女朋友，可能都会是这样。再后来就是结了婚，生了孩子，这个模式一直延续着。好像除非你真的能跳出来，真的看一下，甚至你真的能跳出来看一下，好像也很难做一个改变一样，我觉得。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终究还是回到了我身上。也不是回到你，不算回到你身上。你觉得就是以我这样的性格，作为一个妈妈，你的孩子，你觉得他幸福吗？是。你就回答我嘛。我知道啊，这问题是一个，我是觉得，我觉得可能要思考一下，但我觉得其实不用思考，第一反应肯定是觉得这样的孩子是幸福的。我确实也老会觉得，哇，有你这样的一个妈妈，她是很幸福的。然后那有我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妻子，你幸福吗？幸福呀。对呀。但是所以我就像。我忘了是上期还上一期，有聊过，就是什么事情它都是两面的啊。聊讨好那一期，对，它不是绝对的，就一定是一个需要完全去调整和改变的一个点。首先你看在这样的关系里，而且好像目前来看，在现阶段，我的这种模式只存在于你和孩子之间，对，存在于我和你们俩的关系之间。但是像我在面对我的父母、我的其他家人的时候，我自己的需求优先级已经远远在他们之上了。对，就是说，如果说当这个跟他们的需求以及我自己的需求有冲突的时候，我还是会去考虑我自己的需求。就在现阶段，已经是这个状态了。但是你说。对于面对你和面对孩子的时候，我有很多把你们的责任，就是你们的事情这个责任，背到我身上，它是有好处的，就它会让我们之间更加紧密，关系更加好，它肯定也会带来问题，对，问题就是抛开你不说，就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对自己需要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就会弱化，他就不会那么的对父母有同理心的感觉吗？我指的还不是这个，我指的就是比如说他的很多事情，他这个应该就是孩子，他其实即便他只是孩子，他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在还是孩子的阶段，每个阶段他都有应该属于自己可以承担的责任的，但比如说很多责任所有的责任都被我扛起来了，那么他的责任感就比较难建立起来，对，他就会认为这些事情其实是与我无关，不是我的责任，是妈妈的责任。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和家长之间关于学习的冲突，然后很多孩子会觉得，反正写作业要学习是妈妈的事情，妈妈催我了我再做，妈妈不催我就不做，就是而且关于比如说收拾书包啊，就是这些小事情，他都会认为这件事情不是自己的责任，那么我们其实要讲培养一个孩子长大，不只是让他身心健康，同样要赋予他这个责任感。对。那么这一部分肯定就会有一定的缺失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因为妈妈把很多精力放在了去承担孩子的责任上，对自我的照顾肯定就是要少很多很多的。这个也是现在有很多妈妈面临的困境。所以现在整个环境它都在呼吁说，让妈妈一定要有自己的空间，要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前面，要学会爱自己啊，等等。我觉得它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对，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到这个状态下，就是你得找到一个平衡。不是说我一下就变成了好，我不管，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要以我为先，你跟孩子你们，我先让我自己舒服了再说。对，并不是我觉得好，不是这样。而是就是我要去平衡，我要去权衡，哪些事情我可以让这个就让事情自然发生，让它有一些自然后果，然后让你和孩子都去承担一些自然后果。哪些事情我们再去复盘，看下次可以更好的怎么去做，然后以及要让一些未知自然的去发生，不要总觉得就是想要去
掌控所有，对，觉得自己如果哪件事情没有掌控好，然后它就会带来很糟糕的一个结果。因为可能就是对于我自己的这个认知模式来说，我父母他在会遇到一些冲突啊，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从我的角度讲，其实它并不是大事情，对，很小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停车的事情，就能爆发非常激烈的争吵。那我是一直是作为家庭矛盾的调和者的，对，那么我就会想，如果当初我思虑够周全，我能够避免这个停车，这件问题的发生的话，这个问题发生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避免这个争吵。所以它也让我形成了一个就是问题预防模式。对。所以当我看到哪怕有很小很小的事情，或者一些很小的问题，我就把它放得很大，就会有那种灾难化的意识出现，然后就会做很多很多的预防工作。但其实往往到后面，你就会发现，你背的东西过多了，你预设的过多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就是会增加内耗。对。当然，我觉得我们可以单独找一期聊一下内耗。对，内耗就是一个很多朋友都会面临的处境啊。对，我是觉得就是像我们这样一类人，最终一定要找到就是就首先还是找到自我。对，一定要找到自我，就是你得知道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你自己轻松下来，松弛下来，是真正给自己赋能的。就是做完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是有能量的，而不是就是做完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好空虚啊，不知道做什么。一定是要先找到让自己赋能的方式，然后再一个就是要允许有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发生，不是那么严重的啊。对，我知道你的意思。然后让孩子、让伴侣，让慢慢去体会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一起收拾这个烂摊子，而不是总觉得你是那个唯一的责任人，你需要去替所有人去解决麻烦。对，我觉得其实因为听了你刚才说这么多，我觉得其实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一个词汇，就是责任。其实就是你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所以它自然而然会带来非常多的像你说的是刚才一个词叫内耗。对，这里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特别核心的原因就是当你作为一个孩子，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的时候，你会认为只有你懂事了，他这个懂事就是你的人设，懂事就是你的定位，你只有是懂事了，你只有是乖了，去解决这些困境了，去承担这些责任了，你在这个家庭的位置你才能立足，你才能被父母所认可和接纳，你只有符合你的那个乖的那个定位，对，你才可以。对，但其实当你进入到新的关系的时候，你依然会，就对我来说，我也是，我依然会觉得我只有足够乖，足够懂事，我要符合我的人设，我才能在这个关系里立足。但是事实上不是的。对啊，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然后它适用于所有关系的。就是和自己父母原来相处的那个模式，你再进入到一个新的这个你的婚姻关系里，你和你孩子的关系里，可能是不够自信。不相信，就是我不必那么乖，我不必背起所有责任，依然他们会如此的爱我。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你一直来和我说的，我也很深切的感受到的。你老觉得就是说，假如你没有做这些东西，我和娃可能都不会那么的爱你。对，我一直会觉得就是你们这么喜欢我，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你，对，就是非常需要我，然后以及我有很多事情做得很好，是的，会因为然后你总跟我说不是你本身就很好，我想说你真的吗？不相信呀，因为自己没有看到自己有闪光点的，看不到。对，除了这些所谓做得很好的事情之外，你不觉得自己的个性有什么吸引人的，你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好的，但其实现在随着孩子逐渐长大，我是真的有感觉到，就是被孩子他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着的感觉，对，然后才会让我慢慢相信这个确实
你在关系里，在这世界上就是存在，对方就是因你而喜，就是喜欢你这个人。对啊，我也一样啊。我知道，我现在知道嘛，以前是不知道，以前不相信，以前是不相信不相信啊。对，但是所以我觉得，成长它就是你在一些新的关系里，你有很多的碰撞，然后慢慢才会发现。才会说服自己，而且这个东西一定是你自己去发现，不是别人告诉你。别人告诉你不相信，不相信，打死也不相信，不相信。是的，就觉得好假呀，怎么可能？对你老说我说的假，老说夸你的话都是假的，你不相信嘛？因为其实你意识不到，你没法跳出来看自己，对，是吧？是的。你虽然可以跳出来看自己一些缺点，但你没法跳出来看自己的优点。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单独又再来聊再关于自信，就是怎么相信自己的好，怎么认识自己，我觉得他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这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非常难的，是的，非常难的。你们这种过度自信的人是不理解，理解不了啊，理解不了。自己称赞自己一句，都是很难的。然后听到别人称赞自己。就会觉得啊，不要夸我，不要夸我，就有点受不起的这个感觉。可怕。不可怕呀，不可怕。其实我觉得经历过到现在，我会觉得是的。其实就是真的就是，我是觉得人真的是很多东西是小时候决定的，就是会让你形成的模式。你假如没有走出来，你就会一直延续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其实说实话就是会让很多人很累。你当然说我是很自信一个人，但我也延续了很多模式，这些模式让我在关系里头也会面对别的问题，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对，每个人都有。是的。所以你看，世界上就有你这样的人，有我这样的人，是的，还有其他样子的人，是的，这样人才是丰富多彩，才有意思嘛。我们可以才从彼此身上去吸取不一样的东西，碰撞不一样的火花。如果世界上全是你这样的人，你相处起来也没有意思。对不对？真的是吧？是的，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人，就太无趣了。是的，我们之前在大叔中文就聊过，要是你的伴侣和自己性格一模一样，我觉得会非常的无聊，就需要碰撞，你知道吗？对，就是因为不同，所以才很精彩。是的，是的。其实就像你之前说过啊，就真的就是任何东西它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所以这个东西它虽然也会带来一些内耗，但它一方面确实也会带来可能关系，因为我是觉得关系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它需要一个相对主动性的一个人，也有些人就相对就是被动一点，其实说实话，就是咱们最早认识的时候，你虽然是感觉按道理是一个内向的、比较闷的一个人，但是在咱们的关系里头，你反倒一开始是比较主动的，就是让我感觉比较舒服的，就一开始我可能也是是一个更内向、更闷的一个人，好像那个时候你有这种欲望，想要真正的打开我，可能你所以就你会有很多话去和我说，让我觉得和这个人在一起很舒服，我不必要就是一直要去想话题，要不要怎么样等等。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是这种模式它也是有的优点。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曾经我们在你爸妈家，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指多久的时间？2周、3周，但是因为疫情可是很久了，1个月都有了吧？反正很久。就是不得不大家生活在那一个房子里，小房子里。对，我当时看到了，就是很清晰的看到了你和你父母之间的困境，以及你和你爸之间的这个，你们彼此之间想要靠近的需求。我当时会觉得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对，我愿意帮你去解决。然后而且他到最后其实呈现出来是很好的结果。是的。那你这么看，它其实又是一个带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是的。假如你没有去帮我们去，假如你没有帮我去让我看清楚这个东西，甚至你没有你，其实在我爸面前也会说一些话。对，我觉得他肯定也是有些触动到的，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有。所以假如没有这个一开始有点找到一个突破口去突破一下，这个东西可能没那么快能靠近。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啊，你承担了一部分就是关系里头的另外一个人的这些责任。
可能真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帮助了他。对，是的。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是事情，只是重要的是不要伤及自己。对，还是那个不要伤及自己，就是一个程度问题了。对吧？对他，如果你就是对这个关系足够重视，他对你足够重要，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状态他一定是给这个关系是有一些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的。对，我们只是需要去警惕它的反面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部分，对自我呀，然后比如说对伴侣跟孩子他这个自我的这个责任意识啊，对，去警惕这些部分，然后再就事论事的去攻克就好了。对，我其实真的就突然想到，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很多时候都能看到一些问题，就是你现在这种行为模式的问题是因为什么造成的问题，或者你在关系里头为什么是这么一个状态，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问题，所以我们想着，哎，我应该怎么做去规避这个问题，我不要去陷入这个问题，但其实说实话，问题它可能有问题，但它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别的东西，对吧？就是说你可能因为害怕关系会带给你压迫，会让你失去自我，但是关系在另外一个程度上，它也会带给你很多别的东西。其实就是很多人说养孩子确实会让你失去很多的自由，但我说实话，养孩子对我真的是一个，我可以用一个很大的一个词语叫救赎之旅。就这趟旅程，它真的在一定程度上救了我。就像我写过的第2本小说，我最后就让那个小孩子的爸爸和小孩子说，我说是因为你的到来，让爸爸重新发现了自己，是你救了爸爸，我是真的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其实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你不是说我看到了这个有不好的，我去做这个事情，而是你真实的进去之后，可能，但是在你能保持自我的这种基础上，其实你肯定是有所得的。这个点其实能回到最开始也是一样的。对，你突然想到，你刚才有说一句话，是说，好像都是由小时候来决定的。我不能说由小时候决定的，是由小时候影响的。因为任何时候我们都有决定权。是的。你就像你自己，如果说你没有勇气，去比如说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没有付出那么多，你去陪伴，包括小的时候没有人帮我们，你自己放下了工作，自己开始看书，去找一些科普的东西，然后我要承担起爸爸的责任，照顾孩子，照顾我，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你就把孩子丢给我，然后我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你得不到的，对，你在他长大这么些年，你对他足量的陪伴，其实收获这些东西，他才能反哺给你，对，才让你有了被救赎的感觉，不然是没有的。是的。对于我也一样，如果说我就会想啊，反正你已经被决定了，我就是这个模式，那我就继续延续我自己作为孩子时候我跟我父母相处的那个模式，那带入到这个关系里，它绝对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呈现出来的这个结果的。对。所以我会说是我们都会去探寻。过去它带给我们现在的一些影响，但它绝对不是决定因素，而是我们知道成因在那里，原因怎么，我们会发现现在的环境跟原来已经不一样了，对，关系也不一样了，是的，对方的需求也不同了，那么我在这个环境里，我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个新的方式，尝试一个新的模式去做一些调整，可以跟你的伴侣、你的孩子开诚布公的去表达，我也很想休息。我也需要点我的时间，它其实都会慢慢的呈现出一个好的结果的。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去，我是觉察到这些东西，对吧？很多时候我没有觉察，所以才会一直陷在好像一个模式里不断的循环。是的。但一旦能觉察了，其实你是可以做很多东西的。对。就像一个关系里头，你也可以，就像你刚才用了一个词语很好，开诚布公的和对方去说，其实是都能理解，大家都能理解。很多时候你是陷在自己的循环里，你出不来，你又觉得对方肯定不能理解你，所以那个时候反倒会越陷越深，是这样。对。所以真的就是我是觉得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都非常的有意义，你觉得吗？是不是非常有意义？就像刚才说的，其实今天这个话题也能引出另外一个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就自信。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内耗，我觉得这2个都是对于我们作为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对不对？
所以大家想先听哪个话题啊？好热。对，可以问问，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啊。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拜拜。